好，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新增资料与班顶，那我们就来看到新增资料的部分。那基本上这个范例产生的程式码都还有很多在实务上会需要调整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调整新增的程式码的这一块。好，那新增的这一页在这里，那这一页的程式码在哪里呢？基本上就是对应的这个位置，那这一页就是这一页。那它的程式码比较特殊，有两段啊，什么意思呢？第一段在这里 create， 第二段在这里。那为什么同样一页可以在 Ctrl 的是有两个程式码片段，它们是怎么运作的？这边简单来讲一下。好，比如说我们今天按下这一个按钮进去的这一瞬间，走的是哪个 Ctrl 的？走的是第一个这个，就是进去之后什么也不做，然后就 Return View， 然后我们就会看见这一页。好，那下面这一个是什么时候走的呢？基本上如果聪明的人应该可以想到基本上就是在按下 Create 的时候，按下的这一瞬间，它会走下面这一段。那它是怎么去区分说什么时候走哪一段，什么时候走这一段呢？很简单，就是我们进来的时候其实走的是 get 方法，那这边的话其实上面可以放一个 get 的标签，那不放的话基本上预设就是走 get。 那为什么按下这一个的时候会是走下面这一个呢？因为在下面这个的 Ctrl 的方法上面有一个 post， 那什么地方告诉他我按下这一个是走 post， 就是这边的时候 from基本上这个 from 它这边因为这个是标签，所以在这边是看不出来的等它产生成这一个 HTML 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一个 from 的元素上面可以看到说它走的方法是 post， 所以当我们按下这个 create 送出这些资料，走的方法就是 post。 那如果走的方法是 post， 它就会进入这个下面。那进入之后，这边它有一堆 binding 东西，这些就是使用者传过来的资料会在这里。然后这边它再去做一个它一开始先把组件给新增出来，随机出一个 new 的 GUID， 接着再新增使用者传来的这个资料，直接新增到这个资料库里面，然后这边就存档存进资料库，最后的话就再返回这个列表页面。这边是这个程式大概走的样子是这样走。好，那接着的话我们就要来改一下哪里需要做修改呢？那基本上如果有写过一些程式，就会知道说其实它这样的写法有一点不太好。什么意思呢？这个班顶它其实是在做什么事情？它这一段的程式码意思是说，当使用者前面可能会送来一堆资料，但是我只班顶这些栏位，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这边使用者有送来一个这个资料，但是我班顶这边没有写到这个栏位，那送过来的这个值里面的部门的那个ID 就会是空的，它就会不去做班顶。班顶就是使用者传这个栏位这个资料过来，我要把它结合到传来的这个变数参数里面。那如果你在这边没有做宣告的话，它就不会帮你做结合，所以在这边就会取不到对应的值。那有写过程式的一些基础的人应该会知道说，这种字串的方式其实对后续的维护是很不好，因为这边就是一个单纯字串嘛，你不小心打错，其实有时候在那边找老半天，发现原来是我这边不小心多打了一个东西，或者逗号忘记打都会造成这整段程式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这样字串的宣告方式其实是不利于维护的。而且如果你今天这里100个栏位，你这边是不是要班顶100个？超级长又超级杂乱，然后又是字串的方式，很难去维护。所以今天这边基本上应该要怎么去做修改呢？简单来说，就是比照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就是用个 DTO 的方式。我们上一节课是捞资料捞出一个限定的 DTO， 那我们这边传资料，我们也用一个专门接收资料的这个 DTO。那我们这边可以这边取名就依你的习惯了。那我这边的话，因为它是一个 create 去接收资料的 DTO， 所以我这边就是 news create 的一个 DTO。好，
那这边里面的栏位要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跟这边的班顶就是类似的想法，就是你今天想要使用者传来什么资料，你只要接收哪些资料，我就在这个 DTO 里面宣告说我要哪些资料。好，那这个是我想要的资料，就这一些。那为什么只有这一些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基本上很多资料，比如说像是这边有个这个 insert time 或者是 insert 的 import ID， 就是插入时间跟插入是哪一个人，基本上这种东西应该是系统这边来决定的，而不是让使用者决定的，所以这些栏位绝对不会是我们班顶的对象。所以我这边清一清，清到最后应该就剩这些栏位是交由使用者来决定，那剩下的栏位应该都是我系统这边要来决定的栏位，所以我这边就是宣告说哪些栏位是需要使用者决定的，我才宣告，其他没有的我就不做班顶。好，那所以说这边怎么改呢？这边这一连串的动作我就可以改成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就算使用者传来很多这个之外的栏位，我也不会去做班顶，我最后得到的也就只有这5个栏位的值。好，那这边是第一步，我们先做这个班顶的修改，不要用自创，把它我们创一个 DTO 去接收你要的栏位。好，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开始来新增了。那我们这边我直接复制一下，然后再来做讲解。那这边从 add news 这一段原先的范例写法也可以发现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不可能照单全收使用者所传来的资料，有些资料一定是你系统方面才决定的，所以这样的写法在实务上绝对是不可能这样写的。所以这边我们就把它改成这样子。那这样是什么意思呢？我今天要在这个新闻的资料表插入一笔资料嘛，所以我 new 出一个新闻，然后新闻的 title 我就等于传过来的 title， 内容就等于传过来的内容。好，那有些栏位就是刚刚说的，有些栏位应该是系统这边要来决定的，所以像这个点击次数嘛，一开始一定是0嘛，所以这个0应该是我系统给的，不会说使用者传来100，我一开始点击次数就100，这样就违反了一些逻辑嘛。那启用的状态的话，其实也可以交由使用者决定，不过我这边是先交由系统来决定，就是一律新增的文章一开始都是启用状态。好，那这边因为这是插入是哪一个使用者做新增，哪一个使用者做更新的因为我这边还没有做登录系统，所以没有办法说取到说是谁哪一个使用者。应该正常的逻辑是我做登录系统之后，这边抓的就是现在是哪一个使用者登录的，我就带哪一个 ID， 所以这2个栏位也不会是使用者来决定的。那 insert time 跟 update time 怎么不用写呢？因为我在资料库那边已经有预设了，它就是抓现在的时间，所以我这边可以省略，不用去写。好，那最后这边对应完这5个栏位，那剩下的栏位是由系统决定的，我这边也都写好了之后，我就可以把这个insert进去。那如果刚刚还有点记忆的话，其实刚刚的范例是这样子insert，其实这2个方法都可以。这样的insert的话，它会自动去找说你今天传来的是 news， 那它就会自动去找说我要新增到 news 的资料表。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很明确指定说我这个一定要新增到 news 资料表。那2种方法都可以，但是我比较喜欢明确写出来，因为有时候这样子我会不知道到底是新增到什么。那虽然说程式会自动帮你去找，但是我比较喜欢把它写清楚这样对以后的观看维护会比较好。接下来动作就是一样的，存个档之后就返回列表页面。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新增的部分就这样去做一个修改完成。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码最上面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如果今天它有一些验证的属性，比如说这个可能不为空，然后这个可能需要是数字的话如果你这个验证是不过的话，它就不做里面存档的动作又返回同一页。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直接来做一下，我这边什么都不 key。它就会出现说，你这些栏位是需要的，但是你没有传送任何资料，所以我就还是停在这一页。那
这边的话，为什么他要回传这一个 news 呢？就是又回传自己又要回传自己，是为什么呢？主要就是我今天在这边打上资料之后 ，create 每一次的 request 其实都是整个页面的重整，它是不会记忆你刚刚打的资料，所以这边的回传 news 就是说我今天丢了这个比如说我 title 有输入 ASD。丢了这个进来之后，发现验证不过，我再把 ASD 传回去，然后你又回到这一页的时候，我才得到这个 ASD， 我才能把这个 ASD 又填回这个栏位，这样子才不用说你按下去，结果资料没过，你这全部的东西又要重打，所以它这个又吐回自己是这样子的原因。但是如果眼尖或者有一点概念的人会发现，我按下这个其实是没有 request 的动作，为什么呢？按下这个。这里是完全没有在转动的就代表说其实根本没有做任何 request。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这边其实做了好多重的算是资料验证的保护。那第一重就是它直接用前端已经去控制了说。我前端就早就知道说你这些栏位不符合这一个规则的话，我前端就直接挡掉了，我根本没有做任何 request， 我是在 JavaScript 这边就已经做好判断了。那这个判断在哪里呢？其实它就在这里，就是这一个，它有引入一个验证的 JavaScript。那你把这一段拿掉，就会出现 request。那我们这边再来按一下，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有 request， 就跟刚刚的动态不一样。那这边为什么会有错误呢？主要是因为我这边已经把这个改成这个了，所以我这边的话要改一下因为丢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好，那因为这边栏位已经都拿掉很多了，所以我这边要把一些不应该由使用者决定的栏位给清除掉。那这边又有一个 DTO 的好处，你看 DTO 这边没宣告，这边就会有智慧提示说哪里出了错误。如果你是用班顶自串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错误提示。好，那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成功的执行了。那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栏位就没有问题了它又把资料丢回来，所以这边可以保存。但是如果之后有新人去做测试，其实你会发现它不丢回来，它也一样会保存，也会保存。那不就跟我刚刚讲的不太一样？其实就是说它这里面做了好几重防护，就是这是第二重防护，就算你不丢回来，我这边一样会保留这个值，它存在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你那个另外一个地方也被拿掉了，那这边它才会利用到最后一个。那这个我就不再示范了它有非常多重保护。第一重就是 JavaScript 保护，那第二重它可能有存在一些 cookie 的地方有存这个资料，那可能第三重才会轮到这边所以它的保护非常多重。这就是你用这个 netcode， 它其实帮你想得很深，它保护的非常多重，让新手尽量不会出现错误，而且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它都有进行保护。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基本上剩下的栏位就是我们需要给使用者决定的。那我这边再来打一下测试的新闻，测试的内容。好，那这边的话应该要用一个下拉选单，然后选择部门。不过我这个留在下一节课再教，我们这边先直接打上代号的。那这边的话我就随便选一天。好，那这样基本上就可以送出了。那送出完之后就可以看到这是刚刚我们打的这个资料。那成功的新增之后，就代表说我们这次的修改是没有任何问题。那这边就简单的再来做一个总结。这一节主要是把原有banding 的方式这边这个修改它也是用这样banding的方式，我们改成用 DTO 的方式去接。然后这样的方式其实除了今天可以提高维护性之外，我们之后的一些验证也会写在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就是专门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尽量不要把一堆东西写在这里，这里非常难维护。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些栏位其实不是要给使用者决定的，那这些东西
我们不可能一视同仁的直接像刚刚最初一开始使用者丢什么我们就全部照做新增。我们有一些栏位是需要系统这边来决定的，所以我这边只会留下可以给使用者决定的栏位，那剩下这些栏位都是我系统在这边去建立的，而不是使用者丢过来我们就依照他的东西去建立。很多栏位不可能是这样，所以这个最初的写法基本上实务上绝对是要照你的需求去做调整。那今天主要这个新增要教的就是这2点班顶的修改跟有些栏位是要系统决定的，而不能交由使用者来决定。所以今天这个 DTO 的写法是一定必要这样写的。好，那今天的这一个新增资料与班顶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